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达哈沟中文频道，我是 Sam 群胜。现在这个时代啊，科技真的跑得很快，新平台、新工具、新趋势，一个接着一个，有的时候还没搞懂上一个，下一个就已经来了。今天我们想聊聊，在这样子的节奏里，怎么找到自己，怎么不把自己搞得太累。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齐云。嗨，大家好。好，齐云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大家好，我是齐云，目前是居住在胡志明市，从事自由接案摄影师。你觉得现在科技 AI 也好，有没有影响到你这份工作？倒是还好，但是目前有掀起一些讨论，就是业内自己的讨论这样子。讨论什么？其实跟大家一样，就是说，那个东西是好像大家都觉得会取代我们，或者是取代某部分的什么这样子。然后最常听到的是，现在的 AI 会，或是未来的 AI 会取代平面摄影。然后只有艺术能存活，只有艺术能存活，只有创造力能存活，对不对？网友们都是说，就是只有艺术能存活，没有讲到创造力这件事情。你可能比较懂。所以在社群媒体滤镜啊，像这些 AI 啊、修图工具等等的，它是会让你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还是它会让你带来一些压力？我觉得目前应该是分两个面向来看。第一个面向是说，在使用应用面的话，就是其实有一些工具，它算是蛮带来效率的有效应用，像是说在拍平面，或者你平面需要后置嘛，就是要修图这样。那以前的 Photoshop 其实你很多东西是要手去做的，就是花时间这样子。但因为现在新版的 Photoshop 其实有很多的工具，它是可以帮你去做 AI render， 它可以帮你就是处理的这样子。所以在于处理一些某部分细节的部分，它有优化这个功能。它蛮节省我们的时间的，因为那些时间就是一些重复性很高的一些工作。对，所以这部分其实是会提升我的一些工作的效率。这样，你自己怕被取代吗？我还好，应该说以现在的讨论来讲，我觉得倒是还好。当然，它静观其变，因为目前大家所讨论的 AI 的面向都是觉得说，因为 AI 可以完成现在我们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被取代。那我目前是觉得，因为基于这个论述，我是觉得 AI 目前还未可以，还不能完成我们能提供的服务。它可能是能提供一些大家表面上看得到的成果成品，但其实在从一个业内或者说专业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不是专业角度，应该是在一个商业模式来说，你拍平面的东西其实就是要输出给客户端嘛。那客户端就是为了广告、卖商品，制造收入，然后卖给客群这样。那有一些其实有一些服饰品牌，举例来说，有些服饰品牌如果它主打是比较手工艺的，然后比较是历史传承啊、品牌历史这样等等，那它的客户群相对的就是品味要求非常高。他们对于细节的讨论，细节的讨论非常的，就是比大家想象的还更加的，不能说龟毛，但更加的就是有一个要求在这样。所以在面对这类型的客群的品牌来说，他们反而是对 AI 非常反感的。因为 AI 是什么？ AI 是一个目前来说是一个大众，是主流的切入。那在一些就是追求独特的，然后追求比较独一无二啊，比较关于温度啊、手作手制这类型的品牌来说，就是
他们 AI 是做不出来的。他应该说他 AI 的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含义和他们品牌的背后的含义是相互背驰的，那他们就不会选择这类型的角度。就像是说你拍个广告，你会选择你客群喜欢的模特，或是说你客群里面听得懂的模特 idol， 你不会去选另外一个网球或是一个另外非常不一样的客群，去做的模特去做你的广告的拍摄主角，就是类似这样子。基于光是这个考量，我觉得目前 AI 是没办法取代的。可是现在做不出来，不代表以后做不出来啊。是，但是因为有时候很多东西不是技术问题，是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像有一些人还是会觉得，假如某个品牌，它背后代表的是说设计师品牌，有些品牌就是old money，有些品牌就是只是土豪。那 old money 的人就不会想要去穿土豪的有土豪含义或是土豪想法，对，土豪含义的牌子，我懂。它其实是标签，所以重点是现在先撇除关于技术达成怎么样，还是说它能不能赚到钱，它的效率多好，还是什么，先撇除这件事情不讲，光是讲现在 AI 的使用方式跟 AI 目前的形象来看，光是这个就是觉得完全他没办法 cover 到全部的大家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需求吧。对。那其实什么东西越多，什么东西越少，少的东西有可能会变成更珍贵的，有可能。对，就是以现阶段来看的话，是。所以现在比较不担心被取代这个问题。现在还好，现在还好，但因为目前我接触到是比较算是有好处的。对，提高什么工作效能啊？对，现在对你来说是好处比较多。是 OK， 好。那你有没有推荐哪一项科技或者哪一项工具好了，它曾经帮助你接到工作，或者是让你的工作效率变得更高？科技哦，哪一个工具好？应该 AI 工具。AI 工具，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就是 Photoshop 里面，因为以前你在处理发丝你是需要一根不是一根的。如果你很仔细，然后他们是拍洗护头发还是什么，然后他们的造型就是做那种爆炸头的话，那就是其实头发就是很乱。虽然你看到很多广告开始都很乱，但是那个是乱中有序的那不是随便乱的。那就是在以前没有 AI 的这个处理的时候，它其实你耗非常多的时间。虽然你现在你还是有时候还需要一根一根，但是你只要重点处理就好。但大部分的东西你就可以用Photoshop 里面的 AI 的，它其实有几个工具，有 AI 的一些笔刷什么的，然后你可以去做处理，它节省掉相当多的时间。是，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可以接到处理其他案子。那你就同时可以提高你的效能，这样子。OK， 是，对，所以那你其他工作呢？那你会建议可能有些人在担心他自己的工作被 AI 取代，你有什么小建议？我觉得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新的行业出现，也会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说每个时代有些行业可能不见了，但是相对的就会有新的行业出现，所以但是人还是一直存在着嘛，对吧？所以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如果你担心你的工作，或是说你现在的职位，还是说性质来说，你会被 AI 取代，我觉得你可能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这样子？是因为你的工作比较重复性高的，还是因为你的工作现在 AI 都可以处理了？但我相信说，它其实 AI 很多东西，它现在都是
处在于工具的阶段，工具还是需要人来运用，它没办法独立的执行作业，即使它能独立的执行作业，完成一个小专案还是什么项目好了，它还是需要别人来审核啊。我觉得与其说担心某一件事情是否取代自己，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于这件事情有热忱，不是说因为我完全找不到意义所以我担心，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件事情有热情，那你应该要去更加专精于你的专业项目里面。其实有时候你越专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做的事情是不是不止市场上现在所呈现的你可以挖掘更多不同的面向可能性，这样子。OK，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它不是取代而已这么简单，这样子。这是很好的建议，就是其实你越投入它，越研究它，你会发现说，它其实有一个新世界。对，因为现在 AI 能提供的技能，还是以现阶段的人们跟社会所提供的知识为养分嘛，对，是吧？那未知的事情就是未知的，对，所以你越了解它，你越知道你的专业，越认识到你的专业，我想你就有更多的面向，你可以去找寻更多的面向去收获它。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的确是蛮新的这种想法。所以呢，也是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虽然这集我们讲的有点深度，可是呢，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听一下我们这集的访谈内容，好吗？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我是Sam群胜。那我想要告诉你，科技它只是工具它不是用来追着你跑的标准，跟得上很好，恭喜你。但是有的时候慢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方向还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就不会被这个时代抛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哈沟中文频道，我是Sam群胜，这是晴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